Hello， 腾讯视频出戏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，在《大奉打更人》中饰演许七安。Hello， 腾讯视频出戏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田曦薇，在《大奉打更人》里面饰演林安。首先用3个关键词形容一下对方所饰演的角色。许七安在我眼里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勇敢、非常热血、有赤子之心的一个男孩子。林安公主在我这儿是一个非常可爱、古灵精怪、好奇宝宝一样的公主。那用3个词点评一下对方呢？王鹤棣，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一叫出来就心发意紧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诚实、非常真诚，也非常勇敢的少年。他就是没有那种心眼子，别看他平常就是痞痞、帅帅、坏坏的那种，但是他真的笨笨的。那弟弟来点评。第一印象就是大眼睛，很有劲儿。食量惊人，位子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他的共情能力巨强。我记得就有一次我们俩是在反正初妆的时候，我们俩在一个化妆间，然后有一天那个剧本出了一个扉页，然后位子就在旁边看扉页的时候就边看边哭。啊！我就在化妆呢，我说咋的了？太燃了，我也想演许七太燃了，家人们！然后昨天的那个预告片出来的时候，我也给他发消息，我是兄弟太燃了，燃哭了。我们读本的时候有一次是读到林安公主的高光戏的时候，就威子也是台词一出来，就整个读本会场的人，大家都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啊！姐妹也是读的哐哐，哇，那眼泪哇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但感叹，共情能力太强了，好演员。你们平常在剧组的时候是互相怎么称呼对方的？看心情吧。我一般就要么公主，要么威子。心情就好就王鹤哥，心情就是一般就是王鹤棣。小小谐音梗拿捏。互相点评一下对方和角色有没有什么相像或者反差的地方？弟弟和许七安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非常吻合角色本身，他本人对角色的完成度非常高，是我想象中的许七安，天选。这么高的评价，那我觉得威子肯定和公主也是非常适配的，但是我觉得威子本人呢，可能会比公主要更加的成熟一些。对，因为公主是一个就是在皇城里面长大的孩子，但是威子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对，是吧？这次合作下来，对对方印象有没有发生改变呢？没有，因为就是我在合作之前，通常不会给大家一个标签，我一般都是边合作边感受。那感受下来，觉得弟弟怎么样？太棒了！商业互吹，来继续再吹回去。这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真诚的感受。我是就很一致，我之前在互联网上看到的，到认识他本人了过，我觉得是非常一致的。然后合作起来也是非常的顺畅，然后每天在现场的创作氛围也很愉快。那你们还记得当时你们拍大奉的第一场戏是什么吗？第一场戏应该是在御花园里面。花园哈，对，第一印象就是哇哦，不愧是公主，这个头饰真沉啊，是吧？不容易啊，一看就是有钱家的。对，而且那会儿那个横店是夏天嘛，那很热的时候，对，感受下来得多重呢？我觉得应该有个几斤吧，反正挺不容易。欲戴皇冠。如果林安生气了，那许七安会怎么哄呢？现场演绎一下。他就轻轻一哄，他这个嘴太能说了。公主，我想买块地。什么地？对你的死心塌地。你魔怔了吧？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现场的这种即兴呢？但有一场戏我记得，我们俩一场戏，剧情里面他踢了我一脚，结果那个地面太滑，我自己就滑倒了。一般情况下就是咔了再来一条嘛，但是那个导演没喊，对我摔下去了过，导演也没喊咔，我就接着演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按照这个调度去演了，那个摔跤还蛮惊喜的，挺有意思的。那你们俩心目中他们的名场面戏份是什么？他的揭穿林安不是怀庆的时候的那种很drama的一对，那一场我看了，尤其是许七安那些表情反应。对，真的是很王鹤棣本人。王鹤棣说一说。我印象比较深烟花吧。烟花吻，那个是烟花吻，和俩人喝酒谈心，而且那场就是拍了2遍呢。第一次导演觉得烟花不够多，又整了一批烟花过来，我们又拍了第2遍。当时拍的那个时候，现场是不是也特别浪漫的感觉？对，因为全是烟花。对，肉眼的那个视觉冲击也蛮大的。一场戏演下来，2个人鼻孔都黑黑的。飘那烟花一直都那种灰。如果许七安和林安来到现代的话，然后王鹤棣、田曦薇给他们安排1日情侣游，你们会给他们安排一些什么行程呢？团玉嘛，干啥子嘛？吃火锅。
不出去了，随便做啥子。只有吃火锅，对一天3顿吃火锅。我天，太爽了！要得，那这几天来这边有没有尝试一些什么美食？还没来得及呢，就吃点外卖吧。到哪儿都吃外卖。工作间隙扒了一口，接着干活。但川菜还是很好吃的。是的，对，这边美食真的特别多。弟弟有什么推荐的？对，哎，那太多了。成都火锅呀、串串呀、老妈蹄花呀、冒菜呀、兔头啊，哎呀，不能再说下去了。说下来自己都要不能再说流口水了。嗯大凤打更人是你们待过最怎么样的剧组的？你们觉得？最有开始端水了。我在想，最有，哎，说什么好呢？说什么不得罪其他组呢？哎，不要把我那 COS 说出来。那我先吧。啊，你先吧。我觉得最热闹的一个组，小伙伴太多了。确实，我就想起来聚餐最多的组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们平常就是可能除了在片场回来，就是大家一块隔三差五，对，就整个什么小烤肉啊、小火锅呀、什么的，不得不提一下我们严佩伦老师的老严烤肉，是吧？一绝妙啊！拍戏期间有什么娱乐活动？就是聚餐吗？对啊，聚餐吧，吃点唱唱歌。每次以海边 Tango 为结尾。对。那谁是麦霸呢？我们组老多麦霸了，对，非常能蹦的一个组，就是大家就是某首歌嗨起来，就大家一起在那儿开始蹦。就是从头到尾一场歌唱下来，就做了个有氧，运动量这么大呢？对，回去就瘦2斤。哦，我想到还有一个，我们还自发拍了一个一镜到底的小型 MV 啊，过几天发，精心设计的一个一镜到底的群像 MV。谁设计长进的？大家都一起共同完成。剧到时候破3万的话，立一个 flag， 想给大家准备点什么？到时候征集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吧。咱们大凤打更人得到认可了，怎么着都行。到时候底下点赞最高的，对，前3个我们可以。那大家都可会非常大胆的提哦，加油，尽管提吧。如果可以从现代给许熙安和林安带去一样东西，你们想给他们带什么东西呢？带个照相机过去吧。哦，很多值得珍惜记录的画面就记录下来。黄总有画师。哦，对，我们有画师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小甜婷 CV， 在《大凤打更人》里面饰演林安。我觉得这次饰演的林安公主是一个可爱的人，但是她面对许七安不能硬来，有一些很可爱的小机灵的手段，蛮多的。聪明勇敢，一点点可不够。这部剧的世界观设定简直就是大开脑洞的情况，反正我特别喜欢。这次拍摄是我无实物比较多的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后期会加很多特效。我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他们团战的场面，还有一个就是许七安登天梯斩法相的场面，我就觉得哇，好热血啊！就是少年丹心悬金万里，这是我说朋友圈那天我嫉妒的不行。从一开始的对这个剧本的喜欢到羡慕到嫉妒，因为这个剧情啊真的是十分的精彩，你越往下看越能 get 到许七安这个人物，还有很多小角色人物的魅力，你就你这个也想演，那个也想演，就天天特别嫉妒许七安，就是剧组的各个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努力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大凤打更人是一部很热血的少年漫，希望可以唤起大家心底的那份少年的热血和欢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，在大凤打更人中饰演许七安。有一个地方叫大凤，里面有一群打更人，所以叫大凤打更人。很顽皮，幽默，正直啊，好热血啊，带着一点英俊潇洒，真实，正义，很鲜活的一个人。平时看起来不着调、吊儿郎当的，上班爱摸鱼，就有各种他的自己的这种小缺点。但是我觉得人都是会有缺点的。许七安最大的魅力在于他在大是大非上是有他自己的很正的三观，然后有自己的正义感，不惧强权的去坚持心中的那股一腔热血。要感谢许七安，让我在这145天的拍摄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很真切的、真实的体验到了他的生活，在大凤这个地方过得很幸福，过得很开心，也过得很感动。我觉得大凤很全面，我作为许七安来说，我觉得给我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观。
我在家有一个很完整幸福的家庭，在外面也有一个就是非常有爱、非常就是有意义的一份工作，社会上也有一群有情有义的好兄弟，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，给人的感受都是非常的真实，然后非常能够打动到我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一进入到拍摄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和许七安挺同频的，我能够理解他的所有所作所为。我觉得不存在于改变，我觉得更多的是带给我的体悟更加的深了。可能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演的过程中更让我确信了我的理解和我对许七安的这个情感吧。虽然一开始他是一个小人物接地气，然后有很多这样所谓的毛边，但其实他心里面的正义感的东西是一直都没有变的。包括后来大家可能会就是很震撼的，就是说就是一个平时不着调的一个人，他会为了他心中的正义去做一件会让大家就是震撼的事情。我一直觉得就是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那太多了，这样你就可以追到最后了。看我们大凤打更人就等于吃了一桌满汉全席，因为我们大凤打更人啥都有，菜非常齐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淼仪，在大凤打更人中饰演许灵月，是发生在大凤的事情。打更人是许七安的职业，英明持家，临危不乱吧。大哥打架的时候，我还知道去报官，我就觉得还挺厉害的小女孩。我没有怎么跟小朋友拍过戏，然后这次我要几乎每场戏都带着一个小朋友，因为他非常的活泼，然后非常有活力，就很难控制。有时候他就想突然跑掉，我得把他摁住啊什么，就是一些挑战吧。第一次演有这么一大家子的那种戏，而且几乎就是每一场都是我们一大家子在一起，非常的其乐融融，然后非常的温暖。有一次是许七安就是提议说我们全家人拍一个自拍，然后说要搞怪，然后我跟王思慕就可能女生吧，我们不肯扮丑，然后拍出来照片就是只有我俩就是美美的，然后他们就笑话我，每一个场面都不能错过。家里的点亮中胡子了，因为他看卷宗好几夜没睡。后来爹爹为了钱又把他卖去看卷宗了，然后许七安就在那儿撒娇跺地，很搞笑。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大凤打更人，真的很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范帅奇，我在大凤打更人里面扮演的角色叫做南宫倩柔，打更人最厉害的，武功最高强的。就是很简单，在大凤这个城市里面，打更人发生的故事。傲娇、嘴欠、武功高强，他跟你说好几个。南宫啊，他其实前期对许七安嘴这么欠啊，然后这么讨厌他，但其实南宫许七安还是蛮柔软的，并且还是很讲义气的，嘴都比较欠吧，可能话比较密。南宫总是在旁边欠杨艳啊，欠许七安啊，还在魏公面前还是挺安静的。跟我比较像，其实就是直率，也是原著里边的南宫嘛，大家都知道他可能是一个男性。刚开始的时候找不太到那个感觉，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女孩子，然后慢慢的跟杨艳拍摄下来，我觉得其实可以把他想象成好兄弟啊、好兄妹啊、好朋友啊。因为我第一场戏拍的时候台词也比较少，就只有我出来的一个介绍打更人南宫倩柔，然后后面拍着拍着呢，跟导演也在聊，导演就也觉得是身上阴柔的地方稍微少了一些，所以就在这个部分上调整的多一些。我觉得其实整个看起来就非常酷，是那种许仙一直在打怪升级，特别像你在玩游戏一样，这个是特别吸引我的。buff 叠满，就一层一层的，到最后面真太强了，所有的技能都在他的身上，确实我承认他比我强。首先就是请多多包容吧，我们已经尽力的在完成了。大凤打更人全是喜剧人，不看不行啊，必须要看，支持一下。我是演员范世奇，我在大凤打更人中饰演的是金罗杨艳，就是以许七安为主线出发，然后一些惩恶扬善的故事吧。魏渊的义子，强迫症患者，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外冷内热的人吧，就他的内心可能需要你去挖掘的，而不是像表面那个样子的。其实前期是很忐忑的，小巧思的话，我可能会有一些眼神上的一些微变化吧。我觉得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，这个比较吸引我。而且我们这一次大凤打更人拍摄
跟往常的剧很不一样，在做一个很新鲜的一个突破。从拍摄手法呀，其实我之前拍剧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拍摄的方式，体验另一个人物的一生吧。我觉得只要弟弟在的时候，其实每天都挺有趣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社交悍匪，他在现场的时候特别能活跃气氛，带动大家，而且他很小孩儿，他的状态。刚开始就是名场面，从开始就不要错过，中间呢更不能错过，结尾呢千万不要错过。从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忐忑的，然后我也跟导演沟通了，我说杨艳这个角色到底应该怎样去把控。其实每一个角色不同的演员拿到的时候诠释的方式都不一样，而且每个人心里我相信都住着不一样的杨艳，所以我只能是尽最大努力去完成我心目中的那个杨艳，然后也在导演的把控中，然后去安全的完成这个角色。4个字，5个字行吗？5个字，吸引我的人。许七安是一个非常吸引杨艳的人，就是他的正直啊，其实跟杨艳是很像的，然后包括他的才华呀，包括他的智慧啊，都是杨艳所欣赏的。我觉得杨艳算是许七安的第一个伯乐吧，领他进入了打更人，然后抢走了我的义父。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希望以后你也学会像南宫倩柔那样 DFDGR DFDGR 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毛小慧，在《大凤打更人》里面饰演的是怀庆。其实最早开始我会觉得打更人是那个当然那个，但是后来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些探案的啊，有特别多各种各样的职业啊，热血比较符合年轻人爱看的那种感觉，睿智严肃，它有一点像半个上帝视角的感觉，它会把很多的事情看得比较透。怀庆心里有一股劲儿，就是要帮助百姓的那个劲儿，我心里也有一点点那种小劲儿。其实怀庆的脑子里，他一直都像大家现在说的烧 CPU， 他其实就一直在动脑子，所以我会有很多的设计点，就是不会很正面的去看人。拍的过程中，我更多的是低着眼睛拍。我记得有一次是去我爹的那个房间，走的时候巨滑，然后我还得稳住我的步摇，就努力的稳住，然后那么走。其实这个挺难的。再有一个就是由于我生活里可能太活泼了吧，就是经常拍之前我就得提一口气这样子。有趣的事情就是我的空耳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。一开始大家会吐槽，就是你要不就别跟他聊天了，咱们就微信聊吧。最后逐渐开始就是以这样的方向，一个个都听不清了。一开始弟弟就会说什么你别说话，你别听了，然后发现什么，就开始了这种人传人的现象。经常导演讲戏的时候，我就会可能会听岔，有时候大家对词儿的时候说就是你说这词儿不对呀，词儿说了吗？然后人说我说了，我说耳朵都不好使的一个现象。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拍地书的时候，我妆发整齐，头发呀弄得特别好，自己狂压油呢，咔咔咔一顿压。到那儿现场，导演说背过去吧，背过去了。我一开始第一遍的时候还在那演呢，给自己特别来劲儿，然后最后发现那一天压根儿没有拍到过我的脸。那很多啊，比较喜欢是菜市口的那个。怎么形容那场戏呢？就是可以想象一下，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，一看就是花了不老少钱的那种，一个个人这么飞下来，为了百姓啊那种，我觉得特别燃，特别热血，而且特别感人。在后面假正经幽默，有点神经大条，有时候。其实我觉得他的格局也挺大的，心怀大志的那种人。林安假扮我啊，他还对我那种，我在看的时候就这人怪怪的，挑什么呀？就一副对我不屑，然后最后就对不起啊，就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多笑笑，多表达，不要天天一个冷脸，谢谢啊。天不胜我小怀庆，大凤万古如长夜，欢迎光临，你看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子东，在《大凤打更人》中饰演许新年。大凤打更人这个名挺奇怪的，直到看了小说之后才发现，原来大凤是一个国家，打更人是一个职业，讲述的是一个很光怪陆离的一个世界，毒蛇射死。许新年他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，很认真的人。很吸引我的点就在于说，不管是小说中还是我们的剧本里面也好，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反转和一些特别有趣的名场面。不算特别多吧。首先，许新年学习这么好，我学习没有这么好，没有这么才华。其次的话，许新年经常会有很社死的场面，我本人的话应该还少一点点吧。相同点的话，可能话都比较多。
在拍摄之前，先有去看了原著，因为是一个有原著小说的一个 IP 嘛，有去仔细设计剧中的一些名场面要怎么来呈现，包括许新年的一个气质是一个什么样的，会给他设计，比方说他的仪态，或者是走路的姿势，或者是一些手势，或者平时的站立的一个状态，有去跟导演有沟通过的。可能市面上的这些元素它都有，我觉得我们剧组是一个很认真、想法很多的一个剧组，很多想法都是天马行空。其实有一场戏是我们一家人都在一块儿的一场戏，是前几集的，然后这场戏就特别像鬼打墙，每一天来了都是同样的装扮、同样的状态，然后大家坐在一块儿，3天都没有拍上这场戏。打更人那一部分很燃啊，因为这个是跟我们家里所有的氛围是与众不同的。变化最大的就是可能对这个角色有了不一样的理解。很多时候许新年会有很尴尬，包括很搞笑的一面，整个一串拍下来之后，反而对这个他自己心里边真正想守护天下苍生的这个信念，有了很多不一样的理解了。我觉得太多了，他不能说是具体印象深刻。许七安是一个吊儿郎当，带着一点英俊潇洒。哎呀，汗流浃背了。因为我们戏中有很多场次是我们2个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路上，就是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在聊天，在说一些心里话，对这份兄弟的感情有了很深的印象吧。我希望你坚定自己的信念，你一定可以用自己的才华来守护天下苍生的。为你一部《大奉打更人》，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追剧，然后并且对我们剧中的内容进行一个热烈的讨论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奕君，我在电视剧《大奉打更人》里扮演的是魏渊，2个词不足以涵盖他。他身上有很多复杂的东西，没有完全的那种确定性的。他其实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一个人，心里装的是天下。就是因为我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，所以呈现出来的话，观众会看到一个跟我以往扮演的古装角色不太一样，起码这个角色没有胡子。我觉得是我扮演的，他身上一定有我的特质，一定是依据剧本，然后让大家能看懂这个角色所要表达的东西。这里边有我对人生的理解，有对人性的那种理解，可能是更加多的内心戏，在剧本里它藏得太深了，它更加内敛，在内敛的基础上，让它尽量有一些点，让它外化一点，让观众能看明白。这是我没有演过的，他是一个为了国家大义，为了自己的感情做了一件常人所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这次拍摄是第一次跟这个团队合作，第一次跟王鹤棣啊、田曦薇啊这些年轻的演员合作，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好，他们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，年轻、有朝气、有活力，而且又非常认真和用功，好像精力特别旺盛，然后每天在现场都有非常好的那种表现和状态。还有就是这个团队包括导演有很多奇思妙想，我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拍，所以我们这个戏拍出来之后，观众肯定会在里边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就是一个小铜锣，后来有一天就变成一个小金锣了，能看见他成长的过程，能看见我年轻时候的影子。王鹤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他就是他的表演。我记得我拍了大概2、3天之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王鹤棣，你演了多少年戏了？他好像是说我才演了5年吧。我说那你真是很棒，你5年就能那么松弛自如的表现一个角色，呈现出来的东西让我觉得不像是只有5年表演经验的一个孩子，所以我对他有一种不一样的这种偏爱。应该有很多吧，还有部分到天山去拍，在新疆拍的，异域的地貌本身就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上的冲击力，而且我们有大量的棚里边的那种大的场景，什么司天监、浩气楼，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堂一堂的景，它一出来之后肯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上的冲击。这里边有青春，有热血，有家国天下，在这个戏里你能感受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，虽然是另外一个时空，另外一个世界，但是你依然能发现很多人性当中的善良美好。